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本赛季的第2赛段，我们第2赛段叫双卫之战。本赛段的所有选手重新组合，从双人行变成3人结伴。就是我特别想看一个偶像剧。Hello, I love you. What's your name? 这么叫人家了。在喏，点么说呢？加大美，这都属于带资进组的。谁呀？我就是笨蛋才会喜欢你。苗苗，你变了。心机，心机，心机小刚。各位好，欢迎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我是主持人张绍刚，热烈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本赛季的第2赛段，我们第2赛段叫双卫之战。第1赛段呢，双人成型，赛完了之后，有的双人小队是完整的保留的，有的很遗憾遭到了强拆。本赛段的所有选手重新组合，从双人行变成3人结伴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赛段，他们将以3人小队的形式继续迎接接下来的挑战。那么在新赛段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迎来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脱口秀的忠实粉丝啊！在这儿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娱乐圈的秘密，就是很多大明星啊，私底下偷偷看脱口秀。我也不知道看个脱口秀你偷偷个什么劲。我们这次呢就挖掘了一位，各位，我们永远不会放弃邀请这些知名的脱口秀观众来加入到我们校友团啊！所以各位明星朋友们，别矜持了，别偷偷了，喜欢脱口秀大方的说出来，我们校友团随时欢迎各位的光临啊！今天的这位朋友，有人把他叫快乐小狗，对，就是很爱笑啊，好笑不好笑都笑，特别爱说话啊，说话能让他充电。为了防止在比赛期间他不停地说，我们现在就赶紧把这位特别爱说话的话痨型的朋友请到台上来，简单说2句，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有请黄子弘凡。大家好，大家好，朋友们。哎呀，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偷偷看，为什么偷偷呢？
因为我吧这个人平时啊，不小心会有点吵，所以说呢，要是看得太明显了，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吵了。但是啊，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觉得来到现场见到大家，啊，这个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黄子弘凡。谢谢你们。哇，我终于来讲脱口秀了。我真的是我们脱口秀10年的忠实观众。今天看到我喜欢的这些脱口秀演员，呼兰、广智、豆豆，一个都不在。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作为脱口秀的朋友来到这里，我真的好开心。本来呢，我自己啊都想来现场看的，但是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爆了，观众根本报不上，我只好来当校友团了。主要是啊，我们校友团能说话。哇，我可太说话了，真的，我可太说话了，朋友们，我不说话你们都看不出来，我真的太爱说了。其实啊，我本来叫黄子弘的，但我的话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不要再说了。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呢，很喜欢接话。哦，我不是那种上课爱接话的人啊，我下课也爱接话。我上课接老师，下课接同学，放学我妈来接我，我接我妈。接话这个事儿啊，我真是从小接到大，我可谓是在家接父母，出门接朋友，四海之内接兄弟。但我这个人呢，交朋友从来不在乎他话多不多，反正都没有我多。接话呢，我是很专业的，我会研究不同老师的风格。有些老师喜欢互动，有些老师喜欢文本，有些老师喜欢叫家长。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你都得研究，知道吧？所以说啊，今天我也研究了咱们校友团的老师们。哎呦，嗨，看看，3个爱唱歌的，都特别爱说话。娘娘老师特别不爱讲话，鲁豫老师特别会讲话。张绍刚老师没听过他讲话。哦，我平时都是跳过的。张老师别生气，别生气，我都是为了跳过你才开的腾讯视频的会员哦，只为你花钱哦。哦，对了，娘娘老师，你说你这么不爱说话，那你说话的份额可以让给我吗？哦，但可能不太行，因为大老师和深深老师啊都给用了。大家都说他俩从不让话掉在地上，我就不一样，话掉地上我就捡起来接着接。小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了，说掉地上3秒以内的话接了没事，超过3秒就都是脏话了。虽然我很爱讲话，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我是一个歌手哦。我从小呢，身边的人就发现了我的唱歌天赋，天天让我唱歌，天天让我唱歌。我以为是鼓励，现在想想，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发现我唱歌的时候话比较少。哎呀，没想到我后来练了美声，不仅话没少，嗓子还不累，说话更有劲儿啦！谢谢大老师。那现在呢，这个唱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那其实呢，我也是比赛出来的。那我听说这一次很多的我们的新朋友们参加比赛啊，然后节目组呢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可以分享？哦，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独门的这个小技巧，就是
不参加比赛。好了，开玩笑啦。那其实想要克服紧张，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参加比赛也有很多好处的呀。有什么好处呢？问得好。这就相当于节目组请你来上海玩一趟。上海好玩的地方那么多，不知道去哪儿？看大众点评必玩榜啊！新奇体验都帮你挑好了，玩了就上头。来都来了，必玩榜上的地方都去打个卡，好玩的地方咱都得去一去。啊，我的意思是，如果这里不好玩，那明年也可以去对面看看。但说起来，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害怕比赛，就是害怕被点评、被比较。那有些外界的声音呢，总是分外刺耳。我也是，因为总有人说我有今天，就是靠我爸。因为我爸也是唱歌的。开什么玩笑？难道不是因为我唱歌，你们才知道我爸也是唱歌的吗？我俩到底谁靠谁呀？而且我妈也是唱歌的呀，怎么不提我妈呀？该不会是我爸自己传的吧？但我今天啊能来到这儿，根本不是靠我爸，甚至都不是靠唱歌，我就是靠话多。那我要是唱歌，看那山河远阔，听那清河的呐喊，想要素履以往，我们总是不甘平凡。你看，一点也不好笑吧？好帅！就只剩帅了呀！救命了啊！但是现在我的心态呢，已经是完全的调整过来啦。成长的路上，谁不会碰到外界的声音呢？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外界的声音让你成长，那怎么不算一种天赐的声音呢？反正啊，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只要你话足够多，就总有朋友愿意听你说。好了，我的脱口秀就先讲到这里啦，我上那边接话去了。朋友们，一会儿见，拜拜，谢谢你们，我是黄子弘凡，谢谢。来，再次掌声送给黄子弘凡，欢迎黄子弘凡加入到笑团。黄子，感觉好像很陌生一样。欢迎！第一次见你。来，各位，我们再次欢迎在本赛段陪伴我们的校友团大张伟老师、周深老师、鲁豫老师、黄子弘凡、苗苗老师。来，大家好！哇！黄子讲这么一段，感受怎么样啊？哇，其实真的挺紧张的，因为我真的是从我们这个脱口秀大会第1季就开始看，然后从那会儿一直看到现在。就除了工作以外嘛，平时比如说回家吃饭啊什么，在这个房间里自己一个人，真的就是靠大家的这些梗啊，还有一些笑话什么，就是可以来陪伴着自己度过无聊的吃饭时光。因为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黄子确实就是爱说话，特别的爱说话，别人说话是一句一句的，黄子说话是一片一片的，你知道吗？黄子只有一个规则，脱口秀演员表演的过程中，咱不说话。刚才戴麦老师在后面偷偷说那个选手讲话的时候，把那个黄子弘凡的麦给他 mute 了。好的，来，除了我们校友团的朋友，本赛段来到我们现场支持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俱乐部的主理人和代表，欢迎各位的光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赛段的规则，第2赛段我们叫双泪之战。各种彩，家里的顶梁柱你得多重要。谢谢你们。宋子老师，你尽量坐前排吧。因为我比较矮是吧？那也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吧。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随时像我躺在沙滩上。好玩。
我们争取过来的。他是这么多男脱口秀演员里我最欣赏的幽默。行，可以，有眼光。他们都朋友嘛，对吧？是的，都哥们儿，都哥们儿。我们是属于被挑剩下的那一波。对，对我习惯收留一些剩下的东西。我们3个特别像那种犯罪电影里的3个笨贼。我是那个出谋策划的，我是那种无脑执行。岛主是那种撞篓子，就是没头脑加不高兴加一个没头脑不高兴。哎，反正小嘛，小块、小白、小静嘛，三小组合。麻，头皮发麻。3个一起头皮发麻。我们仨的气质其实挺搭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事？这种窝囊的气质是，有气无力。我们这一组老中新3代，对，3代都在这里了。老中新3代人，我们当时感觉这样，因为我们仨那个土壤是一致的，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是有效组队。我们的审美也是一致的，干爽姐妹，爽，就是这个 feel。大老师的歌真是百搭呀。本赛段一共有42组选手，结成了14支3人小队。他们在赛前被分成了2个擂台，每个擂台有7支小队。上半场我们将进行第1场擂台赛，7支小队逐一上场。第1支队伍表演结束之后，自动成为本场擂台赛的擂主小队，现场抽取下一支和他 PK 的小队。2队 PK 之后，总分更高的成为擂主小队，继续抽取下一支 PK 小队，以此类推。小队总分最高的成为本轮的擂台赛擂主，全员晋级。而其余6支小队的所有成员全部进入待定局。2场的擂台赛全部结束之后，将产生2支擂主小队。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从待定选手中按照票数的高低补足晋级名额。本赛段一共有35个晋级名额。我们所有校友团的朋友，每人1灯代表1票，但是如果5灯全亮，3倍变成10票。现场我们一共有200位观众，所以满票是210票。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本场擂台赛的小队。首先要登场的小队是岛主 TZ 季业。来，3、2、1。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小四爷杨鑫、王大刀。每个人好抽象哦。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翟晓明、世玉、陆恒。来，稍等等。好，可以了。来，打个招呼，Hello。马上要上场的是小杜、Seven、姚武。上来就是这样啊！都这么大活吗？这次好重啊！有点重啊。来，大老师，没事儿，好想听听你的心声啊！没有心声，一片空白，我要听一下，一片空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小快、陈小静、白小白。片头，白哥。
掌声欢迎阿修、顾京云、大国手。最后要登场的是本场擂台赛的首发小队，掌声欢迎小齐、史岩、瑞瑞。还是个，来。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再次提醒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第二赛段是3人小组，所以大家就把他们当成这3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给大家带来的一场拼盘，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好好享受他们每个人给各位带来的精彩表演。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3季第2赛段双擂之战正式开始。首先要表演的这支队伍全员来自辽宁，表演风格各异，联手组成了一道东北喜剧的硬菜。他们的队名是地三鲜。地三鲜这个菜是一个东北特色菜，土地里最便宜的蔬菜，但是又要炸又要勾芡又要很复杂的东西，就挺像我们这种喜剧理念的，就是讲最朴实的东西，做最复杂的加工，达到了它不该有的高度。哎呀，怎么样？哎呀，从第4句就已经听不懂了。哎呀，我是那个青椒嘛，辣椒，有点那个性质，有些泼辣的一面。我是土豆，他们当时说我长得像土豆，一会儿吕岩你自己说哦，那个不是，茄子蔫蔫的茄子，蔫茄子。茄子就是代表微笑，这里头的花朵。茄子。你们觉得现在这个队伍的气质是什么样 ？color， 颜色。我以为是土了咔了他呀，我以为是咱们土呢。这他们给我买的袋子，我以为我东西大。哎呀，围点篱笆，整点小花，养点鸡鸭，你看看咱家子。瑞哥，这家伙又带着土特产又来了。妈有浴缸，这浴缸你洗点花生啥的。loft 这个打包的，哎呀我天哪，我也太像是收废品了。这还收瓶的，这个气球也要，气球也来呀！当天去呀，当天回呀，看一看你爹我妈，我那个老丈人呀。这个好，这个好玩，太荒谬了！这是脱口秀和什么呀？脱口秀和二人转们。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本赛段第1位登场的演员，地三鲜的第一鲜。开场不易，各位，掌声欢迎小齐。各位好，我是小齐。哇，太热情了，朋友们，我都有一种错觉，我感觉我现在流量直逼黄子弘凡呐。谢谢你们啊，跟各位分享点好消息啊，在我这个不善学习的家族里，我妹妹成为了第一个考上1本的。哇，1本 ，one book。但我分不清我妹妹是聪明还是傻，你知道，她有能力参加高考，但高考完问我该报什么专业，问我真的，我托好几个人问半天，劝她报3个专业，她又不报。她说这3个专业本科没有，但真的很想帮她的，因为从小为了她好好学习，全家呵护，也告诉我要保护好这个妹妹。但朋友们，真是报应呢。前一阵发现
找了个中专男朋友。他自个儿还看不上自个儿了。谢谢你们，但我真不想让我妹妹找一个中专，你们能理解吧？对，但我不是歧视中专啊，我是了解。而且见了他们更害怕了，他俩看着太不对劲儿了。那男的吧，太帅了。朋友们，我很爱我妹妹啊，我不能评价她的长相。哇，我妹妹这个人就是长得像我，而这个男的是个中专帅哥，你知道？朋友们，我不歧视中专，我也不歧视帅哥，但我歧视中专帅哥，因为看到太多了。我印象最深就有同学小李，他当在学校每天都在跟人一见钟情。给丘比特累坏了，那丘比特得有个诸葛连弩。给不认识的人写情书，让我去送。我中专没毕业就干上物流了，我就偷看他的情书，你打开真的是鲁莽。第一句就是“你好，我爱你”。第二句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词汇量匮乏的我都能翻译成英文。Hello, I love you. What's your name? 那个操场指了一个人，我送完回来，他在那，哥们儿，送错了，但这也行。中专精神，题答错了就改题干。而且我妹妹选了一个最差的让我见她男朋友的方式，带男朋友来看我演出，不告诉我，也不告诉她男朋友我是她哥，给我吓坏了。你知道小剧场演到一半，我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在那边笑，哈哈哈，边盘我妹妹大腿。我都要骂人了，朋友们，我没等骂呢，放我妹妹在哪，弹回来了。你知道我妹妹在我心里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天使呢，你懂？看到他俩在这腿鬓厮磨的时候，感觉小天使在抽旱烟，那种哥哥。我那天太后悔，为什么讲那么多中专骄傲的段子？我妹妹见我第一句话就哥，我男朋友也是中专，那种感觉就看我会找吧。我的意中人，跟你意中人。我感觉她男朋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的虚伪。我天天说什么中专好，中专好，可能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好中专，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发现我居然对中专有刻板印象呢。我发现这哥们儿的工作，就是在理发店里洗头，在台球厅里摆球。我没忍住，我说找这么标准的中专吗？我妹妹很生气，中间把我叫出来问我说：“为什么一直要问人家家庭条件怎么样，做什么工作？你为什么从来不问他对我好不好？我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我说：“哦。”我说：“那他对你好吗？”他说：“一般。”我说：“你要干啥？想跟我讲漫才？”跟我俩漫才乐。他说：“哥，我知道他有很多缺点，但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缺点，才叫真正喜欢这个人。什么叫喜欢一个人的缺点？那这个人得有优点吧？你干喜欢缺点？帅，
行，你们跟他过去吧。太紧张。帅是一种武器，他能刺向你。好吧，他帅，但在我这儿，我觉得他没有优点。我觉得我妹妹一时屁，因为人是可以喜欢臭豆腐，对吧？闻着臭，吃着香，但闻着臭，吃着臭。但我妹妹其实有点生气，说你这个哥爹味儿这么重呢，能不能把架子放下？真的，我试着把哥哥的架子放下，但是没想到，跟这哥们儿聊得挺投缘的，不聊起中专来没完了，一见如故的。我发现他有优点，真的有优点，不只是帅。就中间我们在等第2场演出，然后观众马上进场了，空调坏了，所有人特别着急。只有他站在凳子上拿钥匙把空调修好了。我当时看着他，我还得是中专呐。我妹妹跟他在一起，起码冬暖夏凉吧。同意了，可能用不着我同意。其实我记得他俩走的时候给我妹妹发微信，我说觉得你俩挺好的。但我觉得你千万不要陷得太深，受到伤害，巴拉巴拉。我说一大堆，我妹妹一句话给我整懵了。他哥，我就看他帅，跟他玩玩。我说啊，我说那我还能见到他吗？一见如故的。他后来知道我妹妹就故意气我，其实我仔细反思了一下，我真的没什么资格说人家，因为我女朋友也是一本。啊，是，这可能是报应吧，挺可笑的是吧？其实，我没有一个妹妹，但我女朋友有一个哥。哥哥眼中的那个中专，我帅，谢谢。帅！我不记得那个中专生长什么样子了，但我记得他的名字。我是小齐，谢谢各位，拜拜。很好。投票通道准备关闭。再次掌声送给小齐。谢谢你们。鲁豫第一个拍的。小齐的好我已经说过太多次了。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创作者，这个创作者是跨越了脱口秀本身的。他最后那个结尾太好了，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反转，你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在镜中看到自己。他讲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他以别人的视角在看待他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人的身份其实是流动的，但视角可以是恒定不变的。他可以始终是以一个中专生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生活。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家叫雷蒙德·卡佛，他写诗，他也写短篇小说。有评论家就说，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两个眼睛，一个是诗，一个是小说。而在他的诗跟小说当中，有很多的文本是交叉的，在他们当中共同的一点就是叙事。这是我对于小齐的一种期许。这一篇里面的确我看到特别多让我觉得很美妙的东西，有一些话拿起来就是诗，所以我特别喜欢小齐，已经超出了脱口秀本身，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本。谢谢鲁豫老师，谢谢罗老师，我真的都受宠若惊。我觉得小齐，我好奇一个问题，小齐，就是刚才鲁豫也提到了你的这个结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结尾。其实这个是后改的一个结尾。其实现实生活中还有反转，我真有一个妹妹哦，然后妹妹真找了一个中专，然后我的女朋友真是一本。整个故事有时候我在这边，有时候我在这边，
我把2个故事，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像揉面一样揉在一起。哇，真厉害！哦，对，就跟鲁豫老师说的是，小齐一方面有这种特别疯狂的这种想法，一方面他是诗，对不对？这是风诗啊，风诗。妈呀！风诗太好了，谢谢。我觉得这种关系比较难处理，是因为很容易表现为一种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我不知道是那种有一点占有的感情还是什么，但我觉得小齐处理得很好，就是后面都有把妹妹的形象展示得更稍微强势一点，所以感觉你创作的敏感度也很高。就我觉得这个故事画面感是极强的。对，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就是小齐他在表演的状态中的时候，他的眼睛，你能看到我的眼睛？我可以的。哦，谢谢您，谢谢。小齐的眼睛，肚脐眼。没有，就是因为他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嘛，然后但是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会一直真的是给人一种期待感。每回来的时候，感觉小齐演的都倍儿踏实，而且是越来越火。我觉得这一季播完之后，你能够特别大的火。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小齐，你这属于是中专见中专，越看越喜欢，是不是？下次见到啊，还可以一起去玩。不知道去哪儿玩，就上咱们大众点评必玩榜啊，打卡那些新奇有趣的地方，带上妹妹一起玩。对，我们还可以上大众点评必玩榜，因为那些新奇特的好去处都已经帮你选出来了。我们可以上大众点评搜一起出去玩，可以去必玩节抢188元的必玩券包，还可以抢什么呢？颇有第3季的观赛的机会，好不好？好，再次掌声送给小齐。好，谢谢谢谢哥。来，小齐别着急走，我们来看一下小齐这段表演之后得到的票数是200，我猜195，200元。满票。203呀！谢谢各位，谢谢。真厉害呀！不用比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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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再次掌声送给小齐。行，齐哥，旗开得胜。我对那个男的其实特别好，我就感受到我那个内心的复杂了。明明是我妹妹，我也觉得她有点不放心，但我为啥对男的那么好？后来我想，我理解，我在对我自己好，就是共情，无法抵抗的。他也是那种会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然后努力去打工工作，但是又苦于自己那生活。就是我每一个对这男的担心，都是对我自己的歧视与批判，就是我在审视我自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的虚伪。我天天说什么中专好，中专好，可能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好中专。我也突然意识到，我之前遇到的很多眼神跟问题跟反应跟一些事件是因为什么，我一下理解了。就那个东西是，哎呀，很奇妙很复杂。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加油，放轻松。首先我说明，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其次，他在他们这组里面的地位应该怎么说呢？小齐都不敢对他大声说话。掌声欢迎史岩。大家好，我叫史岩。啥不敢大声说话？昨天讲完开放麦，我都崩溃了。真小齐跟瑞瑞他俩，我谁都接不住。但是小齐比较重感情，已经开始给我唱送别了。哎呀，我说那要不我就中间讲吧，因为我觉得冠军会在小齐和瑞瑞中间产生。想讲讲我工作，但我工作没啥可讲，挺无聊的。我工作讲啥收物业费，都没有人交。但是上完节目吧，这工作也没了。
是说我给人家业主整团结了啊，说我是物业的叛徒。我是叛徒，我不光背叛了物业，我还背叛了喜剧之王。哦，对，上脱口秀这边找朋友来了。没有工作了，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全职脱口秀演员呢，就是有活就接啊，没活在家。但是我跟他们还不太一样。我有家庭，我是有活就接，没活呢在家接着干活。我这活连上了，一天天的，整的都是一些这个脏东西。我不是否认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但如果这是个角色的话，我肯定不演。我讲脱口秀，我还挣钱呢，这都属于带资进组了。我说我图啥呀？就图为了跟男一号有吻戏呀。我这牙还不太整齐，我都怕他受伤。家庭主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它是一份工作的话，我也不可能给他投简历。世界上哪一个工作是你离职的时候领不着 N+1，完还分走员工一半财产的吗？而且在家干活，你都没办法摸鱼，但凡我摸着鱼了，下一步就是把它给炖了。摸着，开饭了，吃吧，多新鲜呢！我说我摸鱼都在干活，我干活有瘾呐，啊，我有火瘾，我是火眼忍者。干活有瘾。我有一天在家洗澡的时候，就那个喷头喷我身上的沫子，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屋不能就我一个人干净吧？啊，眼前这个马桶我也得给它刷刷呀，这水就顺便嘛。就给他冲了，不是说自己多爱干活，但是家里的劳动工具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可以被我的意识控制。当我想刷这个马桶的时候，这个刷子已经拿在手里了。我当时是左手给自己搓澡，右手给马桶搓澡啊。我们东北那边流行这玩意儿，流行搓澡。哎，我说不对耶，好像女主人给自己干成女仆人了呢。我说我什么身份呢？啊，我就把镜子上那个雾气擦掉，我就问镜子，我说我什么身份呢？镜子说带资进组的保洁。哎，一丝不苟刷马桶。我说你就被抓起来被判刑了，都不会被安排这样的劳动改造啊。我当时就想起了我奶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走那天才算退休。我都能想象到她到那边的时候，人家问她，你上辈子干啥工作的？我奶肯定跟人家说啊，我上辈子是灌篮高手啊，我一直干到世界尽头。哎，我说这好像不是马桶刷，这好像我奶给我的接力棒。我说奶呀，我不接力了，我也不扫地了，今天独自美丽了。明天就要创造奇迹了，感觉手里已经拿起火去了。终于整明白婚姻这个人间的游戏了。整的四六八句儿。恭喜你们再一次欣赏到东北风格的幽默喜剧了。能看出来现在有点疯了，真的。就在家我说什么事儿都找妈妈，找不着卷子也找妈妈，找不着袜子也找妈妈，找不着卷子咱不应该找卷子吗？找妈妈，我是小偷啊。
我说要不你报警吧，给我抓起来。我想上那看守所里歇2天去。真的，我有的时候想起来那个被法海压在5A级景区底下那个白素贞，我就觉得挺羡慕。我说这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男的呀，啊，法海多好啊！他都不要求这个女的对他有感情，就单纯的想让他歇一会儿。有的时候我一想起来法海，我就合计，你说一个男的他没有头发，算啥毛病啊？真不算啥毛病。我现在看见那种脱发的，我都觉得他们是在取悦我。曹国立地成佛。我觉得人他就不能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真的对咱主板不好。那天我就出去开了一个钟点房，我就想找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我想休息一下，但是心里也很矛盾，我怕被狗仔偷拍。我不是明星嘛。但是但是开过一次之后吧，就上瘾了，忒好了，这越去越上瘾，越上瘾越害怕，越害怕吧，我越想去。这事儿吧，只有0次和无数次。后来我寻思，我要不我就租一个房子吧，我就租了一个小房子。我租房子的时候，那个中介就问我，他说你租房子要干啥呀？我说我想看看书，我写作，完我刷刷短视频啥的。他说明白，是工作室。我说不是，是休息室。他说你是想押1付1还是想押1付3？我说我想押1付6年。他说我那个啥，说我挺会散心，但是我觉得我说这不是散心，这个是我出租的决心。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状态叫已婚独居。其实我以前嘛有顾虑，就是觉得啊，你明明家里的你有家，然后你还出去租房子，你外边的人咋议论你？外边人不得说，哎，这女的搁外头可能是有人了。但是其实不是外边有人，是家里头有人。说到这儿吧，我准备晚点回家，我得先把自己找着，才能回家帮他们找东西。所以不管这轮淘汰不淘汰，我都准备告诉家里，我录到总决赛了。我要比下去，一直比到世界尽头。讲完了，谢谢。来，投票倒计时开始。再次掌声送给史岩。小齐，史岩在你们组是什么地位？国宝。没有，就是我跟史岩老师渊源很深。我第一次讲开放麦，史岩当时是我们俱乐部的台柱子，史岩姐跟我们很多东北演员开辟了一条路，就是我们知道她，我们才知道就是脱口秀这东西，其实东北人也能讲。因为他当时18年的时候，他那个视频火，因为我看他之前，我一直以为脱口秀是上海人的东西。是真的，然后就是当时就特别东北风味浓重的，然后给我们好多东北演员一种可能，然后我就当时就是特别崇拜史岩姐姐。别讲，好好说话。行吧，一般吧，我就因为史岩是18年开始就开始在讲，是18年所以确实有很多的东北籍的脱口秀演员是18年开始看史岩的脱口秀，那么一步一步过来的。我看第一场商演就有小齐和史岩。来，周深，就是感觉会
心情很复杂吧。一开始觉得哇，好辛苦啊，好辛苦，但后面就觉得那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得先找到自己，然后再去帮他们找东西。就那一下，哇，突然就被感觉脑袋像被敲了一下。对，而且我就包括我觉得在脱口秀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特色的口音是可以特别有意思，所以我是很被打动的，我一直都听进去了，到后面都被感动了，所以我拍了这个灯。大老师，我怎么觉得东北人天生就是说脱口秀的人啊？对，我也觉得。对。志妍他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就是在身边跟你聊天儿，对，聊着天儿，说多新鲜呢，然后就是那种小话跟递着，你就感觉就特有意思。而且史岩老师那个2次演出，您的风格就是一直要押韵，对不对？也不是，就是逮谁押谁。邵刚老师能押吗？邵刚，窝当当，可以吗？健健康康啊！压得真好啊！对 ，I'm sorry， 就是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押韵的这种东西在里头，是不是这种？就是想爽一下子，爽一下。刚才那个史岩在演，然后那段说的时候说多新鲜那句话，大老师在我旁边，这跟谁说呢？对，因为他那特别有画面感，就是给您老公做完那个鱼是吧？自说自话啊，然后他就老公哪儿吃好吃吗？说好吃，多新鲜呢！就是对，他就在边上那种感觉，生活感特强，所以特别喜欢啊。我觉得他的风格化在整段的内容的表达的时候，会让人听感极其的舒适，高度风格化。对，然后让大家会非常的专注，好像大家这个房间变得更小了，好像就是去到比如说家里面，就是你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小的故事，在耳边听话就是很亲切。然后就其实包括像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生活中的大家其实都是这样，无论我们正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处境是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去找到自己的，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式去能够让自己去深呼吸，然后喘口气。就希望你可以一直比到世界尽头。比到世界尽头。得给自个儿留空间。那大老师，史岩老师听所有人说话都是多新鲜的表情啊，多新鲜，多新鲜的，多新鲜。什么时候说完？我现在倒数10、9、8，还没聊完呀。我觉得刚刚大家说史岩的，我都非常的认同。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在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愿意看到那种故事，就是出走的决心。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勇敢，他更极致，所以他更快意恩仇，非常爽。但生活不是爽文，在生活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不破不立的革命性的时刻。生活中可能很多时候你能够做到有出租的决心，就是我改革去改良，可能已经是人生很大的勇气和很大的幸运了。所以我觉得史岩这篇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他讲的是自己的生活，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就这一版是有参照的可能的，而出租这2个字在这只是一个指代。你可以是出租，可以是另外任何一种方式，给自己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它不只是房间，是个空间，是时间。所以我觉得他写了非常好的一篇出租的决心。可以，而且史岩，你说找卷子那个，就在家里面啊。太有感触了，家里面只要有个小孩，他会老没事就喊你爸爸爸爸爸爸爸。我后来就告诉他，耳朵没有开关，说。哇，这么凶啊！好凶啊！我也想说，何必呢？不是，你看，他告诉你爸爸，你说哎，爸爸，哎，爸爸说，哎，哎，哎呀，我忍不住了吧？辈分这么高吗？大老师，这个意思。史岩，你一定很清楚，我就是咱俩这点在内容沟通上是不是家里面都是这样的？咱俩灵魂都能沟通，能沟通。我听懂了。说可不是嘛，多新鲜呀，多新鲜！刘刘老师要说话了。我是拍在史岩姐说冠军会在小齐和瑞瑞中间产生啊，那个特别好，我完全认同这个。我觉得史岩姐是种子选手来着啊，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的洞察还有表达还有解决方案都非常的棒啊，希望你比到世界尽头。来，我们来看一下，
要比到世界尽头的史岩，在他的这段表演结束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校团仍然是10票满票，现场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是小齐和史岩2位的表演结束之后，第3间得到的票数是393。其实只要在家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家里头，它这个空间和时间，它不是完全属于你的。有3个身份嘛，你是妻子，是妈妈，然后也是你自己的时候，你这个身份是混乱的。史岩姐的状态跟我妈妈非常的像，就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反抗都要出走，但史岩姐这种反抗也是很有力量的。我觉得如果说我作为史岩姐的女儿的话，我会非常替她开心，就是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房间。这是我最喜欢的小竹帘儿，这小帘儿一挂，我就感觉自己跟那诸葛亮似的，一从这竹帘进去就有一种仪式感，能明白吗？看挨个给你介绍，这小糊涂塔克，这是史努比，你认识不？我喜欢我这沙发，但我这沙发没有腿儿，这不比有沙发腿还稳当吗？我整沙发腿干啥呀？我这往这一躺啊，愿意咋待咋待，谁能管了我呀？我就往这儿一坐，这多好啊！完了能看着这小河绿油油的啊，这小景多好啊！哎呀，我的小花啊！上海这段时间，这小花晒死了，多可怜！你这节目组陪我小花，我整的我心都碎了。生命啊，还多顽强啊！我上哪儿说理去呀？一会儿浇点水吧。我自己的日历整的好不？都好朋友，这上边还有点鼓励自己的话，这写的多可怜！我要开专场，自己天天搁这起誓发愿的，完了没啥事了，上这一躺，史努比，小被儿一盖，睡一觉，多好啊！我之前吧，我说我不想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出去我背个电脑，我还背几本书，还背点那个笔本啥，就是你觉得自己背的东西越来越多，感觉自己像一个小乌龟，在外边走。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像一个流浪的人，这个时间、空间和你自己，它要重合的时候，你才能恢复你自己。我觉得出去租一个房子，这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它只是一个思路，能把你自己摘出来，你可以做任何事儿。大家好，我是就是每天的这个时间，你是放松的，像手机似的，能充满电，那就是可以的。真好男人呐！哎呀！你的押韵无人能敌。你觉得你现在找到自己了吗？就是你每天都在找一次，你今天找不着了也没事儿，你知道你明天还能出来，它就是可以期待的。那么第3间最后派出来的这位朋友啊，很有趣，让我们欢迎非常喜欢讲东北小事的东北显微镜瑞瑞。大家好，我是瑞瑞。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啊，因为有点小情绪。
大家知道其他组的选手出场顺序都是随机的，只有我们组是导演组直接拍板说你们开场，而且就指定就让小齐开场。真的，我们去找导演组要说法，说凭什么？导演组用了一个旗开得胜就把我们打翻了。我说那要是我开呢？导演说你要是有勇气选开场，瑞士败。respect。好的，聊一会儿啊，因为这是我第3年参加脱友这个节目了，但是我家里对我上节目的事没有概念。脱友第1季我来了，然后1轮游就走了。当时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他们能不懂到什么地步啊？我说我淘汰了，我妈的原话啊，她说以后都不能讲了。这个以后都不能讲了。我说怎么能比到终身禁赛这个地步呢？这太好笑了。他知道的说我 PK 没过，不知道以为我尿检没过呢。其实到这个岁数啊，他们不关注我，一点我也不怪他们，因为我知道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把对我的关注已经用完了。我老家是农村嘛，就我小时候那个自然环境非常危险，家长必须得格外关注孩子。而且听过那句话吗？说农村孩子都皮实，不是农村孩子都皮实，是有一批不皮实的，就听不到这种表扬了。那时候真的活起来挺不容易呀。我小时候写作文，我说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医生，这都属于俩愿望。真的很多危险你根本就预测不到。你看小时候我妈带我下地去干活，她就怕我乱跑，她在地旁边给我画了个圈儿。她说你就在圈里玩啊，别出去。她说圈外危险啊，就在这里玩。她就干活了，但圈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玩的。然后我就发现离我不远有一堆干草，我就开始用石子打那堆干草，打了几下，从里边飞起一只小昆虫。我说是小昆虫，是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蜜蜂。然后我就又打了一下。当时你知道，说是蜜蜂，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因为蜜蜂是益虫啊，它是人类的朋友啊。当我又打一下的时候，成千上万个朋友，真的就直接冲到我面前，就开始围攻我呀。他们带着尖刺就来到我面前，你好像能听见他们说话呀。他们说：“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这是什么东西啊？甘草堆旁我们相会，东北农村 rapper 我叫瑞瑞。瑞士败。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90%的蜜蜂只这个头啊。真的，他们说现在的孩子是温室的花朵，你们当过花朵吗？你们当时蛰的我就满地打滚啊，然后我还不敢出圈，我妈说圈外危险，她说。就我一个农村小孩啊，我有点不理解，正常你一个蜜蜂窝你可以搭在树上、房檐底下都可以，你去干草堆里搭建什么美好家园呢？它都属于违建，你知道吗？当时跟那个编剧老师们聊素材嘛，他们问我。说你没有提前想到里边会有蜜蜂窝吗？提前想到，蛰完了我都不信呢。原本我以为这堆干草是安全的，没有想到被这堆干草就给骗了。你们吃过干草片吗？平时？哎呀，啥玩意儿是吧？那时候被蛰的真的满地打滚，那时候喊的已经没有人声了，但幸好我妈听见了。他说谁唱歌这么难听？然后一看自己的孩子有点微死了一句，我妈就立刻冲过来救我了。她冲过来之后，用自己的外套一把把我头就蒙住了，然后抱起我就开始跑。同时被蒙住的还有100多个好朋友。
我说怎么朋友一生要一起走吗？这是真的，就那一天的经历，同时就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密集恐惧症，什么叫尖锐恐惧症，什么叫幽闭恐惧症。当时我妈抱着我一路就跑回家，正常到家应该送孩子上医院对吧？因为很危险呢。没有，农村讲究一个土方治大病。你比如说烫伤用牙膏，烧伤用香灰，蛰伤用什么你知道吗？用大酱。就农村自己发酵那种大酱。我妈把我往炕上一放，然后去酱缸蒯了一碗酱。我姐就比我大1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拿一根葱在后边跟着。就她看着我妈把大酱抹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姐那幼小的心灵都破碎了，说这能好吃吗？说实话，那时候最难以承受的不光是疼痛，主要是尴尬，因为我需要顶着一脑袋大酱去上学，就走在路上回头率这一块是可以保证的，因为大酱不光治蜜蜂，还招苍蝇。啊，你就一走感觉身后好像千军万马一样，知道吗？他们都夸我说我小小年纪就有大将之风。然后到学校上课嘛，老师教我们成语，说谁能解释一下蜂拥而至，我都应激了。我开始出汗呢，我一出汗，顺着鬓角开始往下流黄汤啊。然后他们开始传说这班有个孩子掉厕所了。导演说我们这是一个下饭的综艺。其实说实话，那个环境那个时代被蛰是事实，我只是觉得这种治疗方法就让我很尴尬。所以那天我们练作文嘛，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作文纸上写下来那句话，我说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医生。我看了一眼我同桌的，他比我朴实一些，他写的是我要买个苍蝇拍。最难受的是晚上，我妈怕我睡觉把枕头弄脏，她拿塑料把我头包住了，我又应激了，我说你别把苍蝇包里边。那一晚，一个酱香型男孩失眠了，我都怕我睡觉的时候发酵啊，就感染了。当时，要是有美团就好了。美团买药24小时1对1急送，太适合我当时的处境了。我需要的不是包头啊，是头包啊。前一段时间跟家里聊天嘛，就聊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他们笑话我，就当时被蛰得有多惨，脑袋有多大什么的。脑袋有多大怎么了？现在还没有消肿，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笑话我有点抹不开嘛，我就问我妈，我说你就没被蛰过吗？我妈说我也被蛰过呀。我说什么时候？她说就是救你那次。当时这句话有点点醒我了，因为这20-30年我只记得我自己被蛰这个事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救我的时候也被蛰了。其实心里是有点不得劲儿的。你看我写段子，很多人都说我写段子从来不说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我知道在那个一个危险的环境吧，我妈用不惜代价在保护我，她给了我第2次生命。我妈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说写这段的时候，我给她发个微信，我说我特别好奇，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冲过来救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还记得吗？我妈说我记得，我什么也没想。谢谢大家，我是瑞。哎呦，好厉害呀！这组也太强了吧！太强了吧！投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瑞瑞干什么事儿我都觉得特别有趣。瑞瑞就是总能说一个平时什么生活中听过的这种事儿，但是你没琢磨过这事儿，太有意思了。哎，小时候还受过什么伤啊？怎么感觉你以前小时候有这么多事儿啊？真的，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方在辽宁也是比较偏西边嘛，是
环境确实是不太好，尤其30年前，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在后半夜，然后上山去抓蝎子啊，因为那蝎子是可以卖钱嘛，那个时候就是能换1块换1块，能换8毛换8毛，都是后半夜2点3点左右去上山去抓。可是你住院要花5000呀，就是比如说你的小伙伴们捉到那个蝎子了，然后被蛰到了，当时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蝎子我们就是分大个和小个，如果大个的蝎子蛰一下的话，正常是3天是起不来床的。哎呀，小个蛰一下其实就会疼嘛，就会疼，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毒性就那当真是不了解。但是我得纠正一个小点，就是刚才我说抹大酱嘛，我上网查了，抹大酱是正确做法。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蜜蜂的毒液是酸性，大酱属于碱，它起到了一个酸碱中和的作用。你看是对的，妈妈是对的。我再补充一点啊，比如说马蜂要蛰一下，马蜂属于碱，就得抹醋，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童年创伤在后厨都能治疗，你知道吗？哇，太酸了！哎，你们有过那种妈妈也之前或者家里人着急给帮倒忙的吗？我这倒没有到帮倒忙，就是大家被蚊子咬，好像现在说的是习惯是掐十字，掐个10字儿。然后我妈就是吐口水，也有用。对，唾液淀粉酶。我上回起嘴皮，我妈说拿唇膏一直给我涂，涂完之后嘴都糊上了，她拿的是胶瓣给我涂的这个。太清楚了，咱这那一嘴都粘上了。那可能是妈妈嫌你话太多了。鲁豫一直在看着这3季以来瑞瑞的变化。哦，瑞瑞，我觉得今天瑞瑞又有突破，说唱那几下，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又是一个突破的开始。农村 rapper， 他的舞台的流畅让人忽略到瑞瑞的文本其实非常好。他通篇讲一件事儿，就被蜜蜂蛰。他通过讲被蜜蜂蛰的整个的过程，其实打开了我们的感官。你会跟他一起感受到疼，到大酱那一趴又感受到那个味道。所以我的体会是，当他的文本、他的表演把我们的感官打开以后，瞬间就点燃了全场，为他感到高兴。谢谢鲁豫老师，谢谢鲁豫老师。瑞瑞棒棒哒 ，respect。黄子今天第一次在现场看到瑞瑞的表演。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印象中，假设有人被那个马蜂或者什么袭击，其实在1分钟左右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他所有展开的他前后的心理的那个画面，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像动画片，因为他有说有成千上万个好朋友，倒霉熊，对，然后那一瞬间还要跟他讲话，包括像他包住那个头以后，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就是会不会也带走他们100多个朋友，然后一起治疗。对，就在里面。当时所有的就是时刻，我们好像又能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但又想期待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就是带我们重回那个画面的同时，我觉得又没有落下每一个就是这个包袱的节奏啊，特别准，然后又有想象空间。对。我特别喜欢瑞瑞关于那个蜂窝在干草堆里面的这个处理，干草片是吗？对，干草片这个梗也很妙了。然后我也觉得这种事实，有的时候演员写的时候会觉得，因为它和常规的想象不一样，观众会不会不相信我？但恰恰是把这种细节处理好了，才是观众真正相信你的时候。还有我觉得瑞瑞的表演也特别棒，就是你的眼神总是很坚定，所以让人很容易相信你。哇，他被100个蜂窝蛰过，能不讲？谢谢小杨老师，谢谢杨老师。截止到目前为止，地三鲜这支小队的表演就全部都完成了。我们请3位先会合。目前小齐和史岩的表演结束之后，这支小队已经拿到了393票，瑞瑞笑傲团10票满票，现场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是谢205，所以地三鲜小队拿到了惊人的598票。我天哪！这很难被反超了，都快平均分200了。其他队怎么打？不可能离开沙发了，谁能打得过呀？这永久擂主。各位，因为这是第一支表演的小队，所以他们自动成为本擂台目前的擂主小队，请3位前往擂主区就坐。
直认为东北人超级幽默呀，聊天就已经逗坏了我了。像以前毛豆他们都多逗啊！语言幽默来说，东北人在我心目中是 No.1。我在长春上的大学，我第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就笑了一路。在这里坐公交车可以听小品。恭喜你们又欣赏到东北风格的幽默喜剧了，多奇的小节奏。我是来自阜新的97年的中专，朝阳的90年的大专，锦州85年2本，最高学历初步。是。感恩我这2个队友，我要主要感谢一下瑞瑞。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把场子热下来，不是说的为了我们能赢，是真说情商高，是不？还是你会呀、还有史岩那个版本啊。但你要是说瑞哥的话，那咱这确实是人家本身段子过硬，也是踩在我们2位巨人的肩膀上，一脚踩一个，还不一边高，我还有点高低脚这种，你俩高低肩发现了吗？反正也感谢节目组吧，给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讲好东北故事。哎呀，感谢 CCTV， 感谢 WTV， 上价值这一块还是 TV， 各种 TV 都感谢，腾讯 TV 感谢，踩着2位的大胯往上走这个，给我踩碎了，我这玩意儿。各位在类主区旁边，大家也看到了有一个。看过我们上季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把那个箱子叫有缘箱，类主小队抽签来选择下一个出场的小队。好好抽啊！抽我吗？好好抽。所以，史岩、小齐、瑞瑞，你们3个来抽签。好像是我们。抽我们！加油，老三了！我好难打呀！被抽到的公类小队是小杜、Seven、小五。加油！正常挑战，没问题。本队第1位要上场的是一位横冲直撞的新朋友，有请来自天津的小杜。嗨，朋友们，你们好吗？哎，我是小杜啊，然后演出就开始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平时容易生气吗？不容易生气，是就是有气就憋着那种，你都惹不起什么的，还是就是涵养特别好？涵养特别好啊，那你真不应该来看这个玩意儿，真是。你的生活应该很美满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有气都憋着，我特别容易生气。我看到别人在憋着的时候，我就已经生气了，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我天天生气，我有气就生，我有风我就发，我天天生气，每天睁眼就有40件事在等着我生气。就从每天第一缕阳光照到我脸上开始，我就会啊，窗帘有缝儿，就疯了。前两天跟一个勺打起来了，我点外卖点了一碗汤，然后花1块钱买了一个环保勺。拆开之后呢，我发现这个环保勺啊，它是一个木质的、平平的、几乎没有弧度的板儿。我拿着这个压舌板儿，我说我勺呢，但我也不是个傻子，我知道他们管这个叫勺。我第一反应就是给商家打电话，我说喂，您好，9357，刚才点外卖点了一碗汤，配了一压舌板儿。我想确认一下，贵司理解的喝汤和我理解的喝汤是一个意思吗？你们指的喝汤是蘸取汤液之后均匀涂抹到舌苔上吗？他态度特别好，他说：“先生，我们统一配的就是这个，一定可以喝的，您试一下，一定可以喝的。”我听不懂什么叫试一下，难道说这个勺不能喝汤？我是试出来的吗？我肯定是看出来的呀，是吧？而且这个勺它实在是太平了，我想象不到它有什么试的空间。难道说它这个勺其实是一个海绵勺？
对吧？接触到汤汁的一瞬间，砰的一下吸干碗里所有的汤汁，发成一个大水球。我当时他颤着微往嘴边送，刚要喝，叭呲我一脸，我一边擦一边打电话给道歉啊，真的可以喝汤，真的可以喝汤。我试了一下，果然不是一个海绵勺，就是一个小板儿，而且因为勺太平，舀汤的时候汤会顺着木材的纹路流到我胳膊肘上。可能您听到这儿，您觉得，哎，你生那么大气干嘛？你直接端起来给他喝了不就得了？不行，朋友们，因为我花了1块钱，我买的这个勺，你商品名叫勺，你就应该 do some 勺性。do some 勺性。而且这个勺现在已经在我家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我不能直接把它扔了，因为我花1块钱买的，我扔它等于直接扔1块钱。在全国人民每个人给我1块钱之前，我是不会随便扔1块钱的。我得把它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试出来了。我怎么试的呢？我把勺插进碗里，放进冰箱，冻4个小时以后拿出来。我这么生气，但我也不敢骂他骂得太狠，因为他叫环保勺，他已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了。我骂他显得我还挺落后的。我这么生气，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种人，你知道吧？他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审判我，显得他这个人特别正确。我已经在身体力行参与环保了，比如说骑共享单车。但是我相信您各位骑共享单车呢，肯定不是因为贫穷，对吧？肯定是为了环保啊！我也骑。我夏天的时候扫一辆共享单车，骑10公里去上班。到办公室我太热了，我刚拿起遥控器对准空调，我同事冲过来，啪，用肉身把空调护在身后。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地球的平均温度比160年前提高整整0.6度。”我说：“所以人类才发明了空调啥？”他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吧？他也不是多有知识，他就是爱看纪录片，爱看营销号，然后把里边知识点全都镶嵌在自己嗓子眼里。只要生活场景中触发的关键词，他觉得可以卖弄，他就跑过来冲你叭叭叭往外喷知识。我养了一只柴犬，我之前有一次把它带到公司，同事围过来啊，它好可爱啊，它在笑啊。这个人赶紧跑过来，不是的，你们知道吗？动物是没有表情的。我说不是的，你这种人，动物不愿意对着你笑。还有一套经典理论，你们可能听过，说你不能吃牛肉，因为牛会排放温室气体，北极熊会死掉。我中午拿着双击往这儿咬一口，它这样盯着我。刚才一只北极熊死了。我说我随200，吃席我就不去了。他后边有点魔障，你知道吧？他什么肉都不吃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素食主义者。当然，如果您吃素是因为身体健康考虑，或者说因为信仰，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他会上网去劝人吃素，他劝人的方法非常的极端。比如说你在网上分享美食图片，他会在评论区用 AI 生成相应动物小时候的图片来道德绑架你。真的是非常天才的一个主意，但我发现他这人挺假的，因为他只在评论区生成那些活着时候可爱的动物，他生成都是小牛、小羊、小鸡、小鸭，我没见他在评论区生成过三文鱼，我都不知道三文鱼长什么样，我脑海里三文鱼就是长着白色条纹、橙色方块，身上长满了酱油和芥末啊，如果没长呢，就是麻辣烫里的蟹排啊。三文鱼吃亏就吃亏在活着的时候不好看了，对吧？因为小牛、小羊表情都是这样，都有表情，都是这样的。我上网搜一下，三文鱼所有图片都是这样。三文鱼吃亏就吃亏在长得不好看，难道三文鱼就没有童年吗？有，三文鱼童年是鲑鱼子，更好吃了。但是现在像我同事这种人，他现在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吧？他们这帮人已经在轻微的改变这个世界了。他改变了很多产品的设计，比如说纸吸管。我真的很烦纸吸管，纸吸管最烂的地方就是它真的会烂。你拿过来写着可降解，一半降解在饮料里，一半降解在你嘴里。自打推广纸吸管，我现在喝饮料我都是看着表喝，因为30分钟以内还是饮料本来的味道，喝到后边喝什么都是纸味的。前半杯芝芝忙忙幼幼，后半杯快快滴滴和和。我真的
的情绪非常大，我非常生气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我觉得都是一些正常的需求，对吧？我就想吹着空调，吃点牛肉，喝点不带纸味的饮料，这不是一个瘦弱人度过夏天应该做的事儿吗？正常需求嘛。我都瘦成这样了，我吃点牛肉怎么了？这不是一些正常的需求吗？以为里边没穿呢是吧？啊，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啊，一些正常需求。我只是一些正常的需求，但是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道德人，显得我好像是个反派一样。我反思一下，我一天唯一做错一件事，就是昨晚上窗帘没拉好，剩下都不怪我。为什么生活越来越艰难呢？行吧，我是反派，我要是反派，我想溜进他们存放纸吸管的仓库放一把火。他们救火的唯一方法就是每人发一个环保勺，让他们往上面舀水。讲到这儿，朋友们，谢谢你们，下见吧。你可以坚持，没事儿，可以。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角度。黄子特别喜欢骂骂咧咧的段落。其实不是这个点，我拍灯拍的那个快快递递和和。因为那个纸吸管，我真的是经历过那个的。因为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嘛，那看脱口秀，花时间笑去了，你基本上笑个差不多一期半期的结束了，他那个差不多降解了。当时就很有画面感，就是说出了一些我的小小心里话。快快递递呵呵多可爱啊，还能变成歌，快快递递呵呵，对吧？新歌有了，快快递递小呵呵，对，感觉这个非常可爱，而且我好羡慕他，我特别羡慕小杜，还能生气，哇！就是说他对生活有那种，就是说我看不惯，我就要跟你较劲的那个感觉，哇，好羡慕你！现在每天都那么有活力哈。就是每天会因为这事儿你是烦恼还是觉得特别有生机啊？我一边发疯，然后一边凑合活着这种感觉啊，原来也是悲观的呀。哦，但还好，因为去年出了一个专场，然后里边有很多发疯的东西，然后会有一些观众喜欢那个专场。有，你喜欢这种风格吗？我就是说特佩服，就是说，因为他特累，你知道活的，但是我却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以前就是要熄灭的那个感觉，但是他身上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对啊，很棒啊。我非常喜欢小杜的表演和他的作品，他上一段我就特别喜欢。小杜的文本里面是非常严谨，有很多的细节，而他的想法其实是奇思妙想，近乎于天马行空的，但是他会一直围绕事儿来说。他是讲两件事儿，从讲勺讲到了最后环保，调侃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那种特别虚伪的、很极致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很厉害。我是觉得小杜的情绪感染力特别强，所以以至于他可能关注的是一个很冷门的小点，但还是能把观众带进去。因为我感觉好像现在大家是很关心大环境，但没有那么多人关心环境，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如果是一个以普通的情绪讲给我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带入，但因为小杜的情绪感染力很强，他的信息密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到后面就都能理解了，所以很厉害。对于小杜来说，我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普通人，当我听到这样那样的，对，他会反馈到我的生活，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就生气，然后慢慢的这种生气就变成了一种表达，并且成为了我们识别小杜的方式，不挺好的吗？对，而且就是那种天天憋着不敢生气的人，如果有小杜这样一个朋友，那生活得变得多爽啊！我说一下我没有拍的原因，其实所有里面的点我也都 get 到，但是因为小杜他就一开始就是感觉像唱歌，他就副歌一开始就给你了，对，然后或者是那个特别嗨的点就给你了，我就会很期待下面。但如果你一首歌一直都是隔几秒就出现一个副歌，隔几秒就一直嗨点的话，我会觉得好像稍微让我少了一点点中间，要么就是喘息的地方或者怎么样，再把后面再推起来。这不是我的歌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感觉好像就一直在哒，到后面我就稍微觉得，哎呀，所以我对后面的要不要拍的就特别的纠结。您别生气，没事，都是游戏，没事。已经生气了，别生气。说着自己的观点，怎么还怕这个？来，他车牌号告诉我一下就行了。来，再次掌声送给小杜。来看一下。598，我看着这数字我都害怕，挺吓人。这也太有压迫感了。小杜得到的票数
是171，还可以。谢谢小杜的表演，请回到自己的队伍。哎，小杜，我很好奇啊，你说每天清晨起来，第一缕阳光照你脸上就开始生气了，真的假的？就是一些艺术的加工、表演体系，斯坦尼夫拉夫斯基什么的。哇，那你再演一下。阳光，哎，不对，是每桶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你这段也是艺术加工啊？这段是真心的，毕竟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怎么样？加了阳光番茄的汤底，果然酸甜浓郁吧？没错，毕竟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下一位要上场的一位老朋友，掌声欢迎 Seven。加油，齐和谐。Seven。哎，你们好，我是 Seven。哎，特别开心啊！自我介绍一下，还有工作，在上海工程师。我真的一直特别不喜欢咱们节目录节目收手机这种规则。我领导随时会找我。上一轮就是我领导给我发消息问我截止到周4的用户数据，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周4已经截止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他。我都有点想问他哥是要哪周4的但是不回又很没有礼貌。我最后跟他说的是晚安。晚安。我这几年跟我领导关系一直很微妙，就一方面这几年一直在台上说他，还让他生气，另一方面又会当面给他要他最喜欢的张绍刚老师的签名。我们一直能维持关系，全靠张老师。黑夜里的一道光，我的救星张绍刚。绍刚老师人中之芳。真的谢谢张老师，我一直以为我跟我领导的关系能一直这样维持，直到去年在台上狠狠说了他一顿，说他说不清需求，跟 AI 说你把什么帮我弄一下，领导被我戳中了。但是他没有直接训斥我，是我们公司后来开一个自我反思会，那天每一个人要说一些自己的缺点，我领导说他的短板是说不明白需求，我当时吓得开始说胡话。我赶紧偷偷问我旁边同事，我说我要不一会儿就说我的短板是造谣他说不行啊，这是你的长板但是人在危机关头脑子转得很快，我当时一直在思考我要说什么，我最后想出了一大段话，说的还挺成功的。我最后说的我的短板就是经常不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有时候领导给我一些开放性的指令锻炼我的能力，但我却总渴望机械性的执行，抹杀自己的潜能。这么会自我 PUA， 太会了吧？他笑了，这就是舔狗的胜利。我领导之前不苟言笑，就是因为没有听到我这样的苟言。本来以为我的事情到这就结束，但是领导没有放过我。后来又跟我领导去出差，去外地见客户，跟客户吃饭的饭桌上，我领导把我讽刺他的段子给客户放了一遍。我很难用梗来形容那个场面，就是我就在那儿吃饭呢，然后饭桌那边就突然响起了大家好，我是 Seven。我领导还在那儿问呢，说你们猜呀，谁是 Seven？ 好难猜呀。幸好客户也是装糊涂的高手，朋友们，最聪明的傻子永远只傻一半。他说 Seven 我猜出来是谁了，就是这个耳根子已经红了的小伙。但是谁是 Seven 说的那个傻领导？高，实在是高。我本来以为这是个偶发事件，现在我领导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带我出差的常态项目。一出差就在那问谁是 Seven， 谁是 Seven， 通过献祭我来跟客户破冰，真崩溃了，朋友们。
我现在公司有点体面不起来了，我现在公司就只想整点释放压力的大活。我现在看见同事已经不说早上好了，我现在到工位我就在那儿早晨起床拥抱太阳，啊，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啊，库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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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现在每天就演这阵，你们可以试试，对心态调整很有帮助。领导后来再带我出差，在那儿问谁是7，我已经不在乎了，谁爱是7，谁是7，啊，我是奶龙，你知道。人释放，感觉世界都美好了，又开始有一些勇气说自己领导了。我说实话，他脑子确实有点问题。开玩笑，我今天比较 peace， 我不会直接吐槽他。我想给他买个电脑，真的朋友们，我真的想给他买个电脑。伊夫总是用手机微信预览我的 PPT， 然后说我格式不对。这是真气，真气人是吧？但我为这个事情吐槽太多了，朋友们，因为我真上班，我知道有解决办法，转成 PDF。但是这不能弥补我心中的苦闷和创伤，转成 PDF 当然可以，但是那我辛辛苦苦做动画效果怎么办？你们知道我做那些飞入飞出有多精妙吗？还有那些旋转和放大，我站在那个会议室里看这个枯燥无味的 PDF， 满脑都是自己 PPT 里的动画效果，满脑子都是，满脑子都是。这是弹跳啊，这是放大，这是精神病啊，这个是那个1974年第一次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就获得了冠军，真精神病。7怎么了？没事啊，是我最近上班时候刷短视频，我现在就这样，我现在就想整点抽象，我觉得会让人很有生机和活力。我这几年上班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刚来的时候像 PPT， 活蹦乱跳，过几年就变成 PDF 了，不犯错，但是也不会动了。真的，我还是希望大家保持活力，都能鲜活一点，做个 PPT 人。就你别管别人说你格式对不对，咱们把自己的动画效果留住。其他没什么想说，主要就是想说感谢聆听，谢谢观赏 ，thanks。然后最后也给自己加了个动画效果，我准备这么下去谢谢大家，我是7，讲完了，拜拜。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7。肉眼可见，7今年确实还是抽象了一些，相对于之前活泼了。对，我虽然是最后拍的灯，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觉得7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文本的这个表达，其实还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的期待值来说，至少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自己看得很开心，而且我也收获了一种新的描述。就比如说大家这个。从PPT 到PDF 这个 PDF 这个状态 ，PPT 人还是 PDF 人，还蛮有趣的。对，就我觉得这个印象会很深刻，并且自己也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他的那个形容和那个比喻，我真的特别喜欢。就因为职场的东西，其实大家说了很多，但是突然这样一比，我就觉得特别一下就能 get 到那个点。因为我也很希望有的时候可以。在工作当中成为那样的一个 PPT， 但很多太多的原因让我不得不成为那样一个 PDF， 所以我觉得很难受。但是谢谢有这样一个比喻，让我明白了原来我是可以闪现，然后渐退出去的这样一个渠道。对，谢谢你，谢谢。我觉得周深一直都很活泼呀，可爱啊。那是因为以前不是嘛？以前在早一点的时候，就现在是常年是 PPT 人，现在 PPT。现在我是个窝囊废什么窝囊废不能？小杜别生气，内耗人。你们俩这互相鞠躬啊，这过年的这是。嗨，我们那个7都说上奶龙那些奶龙，我是奶龙，已经疯了，特别可爱。所以我后边就一直盼着他能演出来那种特别好玩的，因为我后来他说他要演 PPT 要活蹦乱跳的时候。
我就脑中就出现了一个那个场景。后来我就觉得 Seven 这2回演出就是老让我感觉看一半吧，他咋就没了呢？我说实话，其实我演的也有点感觉自己就是没打透，就是是不是？对对对，其实是。所以你看，刚才大老师就说，既然你说到 PPT 的人，大老师就会有了你提出这个概念之后他的那种期待。对，就 Seven 彻底疯了，然后开始干一些非常非常神的事儿，对，结果就干了一会儿就没了。是，我觉得要是有下一轮，我再演演吧啊。我明白，但是我衷心认为 Seven 不能只是这个水平。Seven 应该会比这个水平更好，在我历来看这个感觉，所以说我希望这个灯给您留着，然后下回一定要给更优秀的您，好吧？啊，是这样。明白，谢谢。我觉得 Seven 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他一直在讲职场。我工作场景不是职场，可是为什么他的每个段子依然能够让我会产生很深的共情？可能我是共情职场的人。因为人是一样的，人性是一样的，就是普通人嘛。而且你会发现，职场没有改变 Seven。按道理说，在这个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他应该变得更油滑一点。但他一直保持一种很可贵的一种学生气的感觉。我就是因为拜脱口秀所赐，脱口秀是一个干净的场所。我觉得我喜欢，这是喜欢脱口秀的原因。谢谢鲁豫老师，谢谢。我就是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对职场段子的态度真的很不一样。就以前如果演员说我怎么吹捧领导，观众都会咦这样，然后现在可能因为工作真的很难找，所以Seven 说那个不苟言笑和说苟言的时候，大家都一副学到了的感觉。哇！我一直很喜欢 Seven 的文本，因为我觉得 Seven 的文字梗的逻辑是非常妙的，而且很准确，然后类比也写得很好。谢谢鸟鸟老师，谢谢。其实刚才鸟鸟老师说的特别重要，脱口秀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和时代变化来同频共振。得是，但是 Seven 确实一直在讲职场，大家也知道职场很难讲，职场越来越难讲。但是 Seven 一直守着这一条内容赛道，掌声在此送给 Seven。谢谢。来看一下他得到的票数是279， 350票。下一个就得298票，我得190， 200以上，你只要有300票就。再次掌声送给 Seven。而这一小队最后要上场的是一位新人演员，让我们掌声有请00后的小人儿，专讲小事儿，小五。怎么打都打不过。小五可以上250分啊，我觉得可以。从哪儿去找另外40分？谁知道呢？Hello， 大家好，我叫小五啊，大家也看出来这个战况了，异常不激烈。我感觉大家吃完第3鲜，我们3个在收盘。太牛了！瑞瑞比完之后，Seven跟我说，他说没事儿，抽到了也不怕。小杜上完，我说你还怕不怕？他说没事儿。大家也能看出来，我们这个队要是输了的话，可能会面临解散。就解散吧。恭喜解散。我们开礼花的嘣。所以说也不要在乎这个，我就讲我自己的事情，大家就像平常听拼盘一样这样听就好吧，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已经3个灯了，还没开始呢。哇，好深啊！已经拉到他的气上。讲一个我自己的事情，我在生活里面其实是比较怕痛的一个人，但我比较好面，我一般就忍着不说。我上高中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打篮球，上篮的时候被对方拍了一下手，
我中指这个位置就有点骨裂了。啊，对，去医院诊断的前一天晚上，我奶给我诊断，非说我是崴了，就要给我按。你知道红花油往上一倒就开始按。哎呦，痛死了！那手刚搭上去第一下我就说痛，他说痛就对了。边按边说那个什么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说这句话能放在这儿用吗？我的天！就这么给我按了1个多小时。啊，很多人都不信，说1个多小时也不反抗一下，反抗了，没有用。为啥？他用腿把我这个手锁住。你们看过那个巴西柔术吗？啊，那脚卡到胳肢窝里给我锁住啊！我本来只是叫痛，我后面只想叫个开锁。这么给我按了1个多小时，朋友们不吹不黑啊，我就叫了1个多小时，叫到最后都没有唤醒他内心的良知，按到最后都给他按出自信了。为啥？开始反过来问我来了，他说：“哎，你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痛了？我说我叫累了。那1个小时谁受得了是吧？第2天早上起来才去医院里面拍这个片子，结果一出来医生都吓了一跳。他看着那个片子，他说：“妈呀，你这个手有点严重啊。”谁干的？我说你要是现在问的话，我不知道。他说你这个要早点来，早点做手术。我说你开玩笑，我早点来都不用做手术。他说那肯定要做，不然会有这个2次创伤。我说3次。最后给这手里面打了2根钢钉进去。对。拔这2根钢钉的时候，朋友们遭了老罪了。为啥？因为我特别讨厌这个医生啊，他带着答案问你问题，那就等于没有征求你意见，对吧？他看见这个伤口不大啊，他捏住了，他说：“哎呦，你这个就不用打麻药了吧？”我说：“你问我。”哎，他说句毫不相干的话，他说：“没事，男子汉大丈夫，不用打。”我说：“你急我。”朋友们，我那年17岁啊，17岁什么年？你最受不了谁激你了，对不对？你再说2句，你把手割下来都不用打。我后面怀疑当年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是想打麻药的。华佗非在旁边说：“哎，我治了那么多人都不用打，将军你打不打？”我当时说的原话，我说不打就不打。说完感觉自己太帅了，我的天，对吧？但你说完就后悔，为啥？他直接从旁边那个抽屉里面拿了一个刀片出来，叫我把这拉开去拔这个钉子。朋友们，我跟你说，也倒不至于这么捧啊。我跟你说，刀片搭到手上那一下，你才感觉到了恐惧，但为时已晚。人因为恐惧经常会说一些很愚蠢的话，对吧？他搭上去那一下，我真没忍住，下意识来了一句，我说：“妈呀，这个怕是有点痛啊。”笑死了这个。他还在旁边给我打气，他说：“没事，男子汉大丈夫，不怕痛。”噌就拉开，那个血汁就溅出来。紧接着我说句更愚蠢的话，我说：“哎呦，怎么有血？”我不是说我脑子有什么问题啊，就这种情景，就是关羽来了，当时也是痛得脸红。不过是因为他脸本来就红，没看出来，你知道吗？其实第1根钉子很快都拔了出来，当时拔到第2根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为啥？你能感觉这个人明显认真了。妈呀，核心都收紧了。我跟你说，一个人认不认真，从他的这个发声部位就能判断出来。他拔第1根钉子的时候还是用这个胸部发声，拔到第2根的时候已经开始用腹部发声。他拿那个钳子捏住这个真屁股，拔的时候就是那种。
一听你就感觉上劲了，是吧？而且他一边拔一边说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恐怖，对吧？我觉得这句话就在给他自己打气。我当时其实已经受不了了，我想喊痛，但男子汉好面，你知道吗？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点他一下，我怎么暗示他的后面？后面他的那个钳子他一拽，我说哎呦呦，他一拽我说哎呦呦呦。这个人没有读懂我的隐喻，哎，他反而还很生气，他把那个钳子拿起来，摔到旁边那个桌子上面，然后指着我，他说：“哎呀，我早知道你这么矫情啊，我就给你打麻药。”哎呦，这医生还得先骂一句啊，求求了。我说有这个选项你不早点说，你早点说我早点就矫情了，对吧？而且我很生气这句话，什么叫早知道？哎，早知道我让我奶就给我拔了。那他力气比你大多了。那个人他不会关心你的这个感受，我当时手还在流着血，他转身去了另一个科室，半天回来拿了2管麻药，摔在我面前开始问我问题。他说：“哎，你现在打不打？”我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吗？因为当时把我给问懵住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会儿该不该打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问我爸爸，我还有个爸爸。多新鲜，多兴奋！就坐在我的右边，一言不发，仿佛没有来过一样。我跟你说，我是怎么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的？是因为啥？拔钉子的时候，医生不是在我这个手上拔钉子，我这只手就捏住我爸的手，拔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我爸也在旁边。哎呦呦呦！征求他的意见，思虑良久，他看着我的眼睛，他说我都行。我说那我也都行。他听出来我有点不开心，他说那要不咱就不打。我没想到一个人能连续2次猜中错误答案。他的理由也很清晰，他说因为打麻药也痛，所以为了降低疼痛的总成本，最后决定不打啊。我跟你说这句话我第1遍都没听懂。但我最后还是忍着把第2根钢钉还是拔了出来。就在为这个事情到这就结束了，没有，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要给上面倒酒精消毒。我跟你说，这个环节关羽来了都顶不住，关羽来了都得让我奶给他锁住。但其实倒上去内下还不痛啊，是因为手已经拔钉的时候已经麻木了，对，已经麻木了。但是有种不一样热热的感觉手上，但心已经凉透了。倒完酒精上去之后，会拿这个纱布在上面包扎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就算结束了，我们就从这个医院出来了。让我生气的是，我跟你讲，从头到尾我爸永远的话一句没有说。从这个医院出来，我爸第1句话说这个医生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下次不来了。我真的还是很生气，对吧？我觉得如果是我来陪我朋友来拔钉子的话，我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人不应该被这个男子汉的标签所绑架，对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麻药你想打就打，我反正没打。好，讲讲，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可以。好松，节奏真好。投票倒计时。谢谢。哇，表现非常好。小五6，太好了，小五天才。袅袅老师，你是不是觉得在你旁边的黄子刚才很吵？你左边耳朵还好吗，袅袅老师？没有我喜欢所有帅哥，没有。
其实他左耳已经有点听不清了。首先，我觉得确实很少有，真的是我们在现场真的是见到什么叫把别人的快乐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因为真的这个好痛。但是，对，我真的觉得小武今天太棒了，超棒，他的整个节奏就是平均是每2.5个字一个笑点那种感觉，就是太棒了。对，说最少的话，最慢的语速。哎，小武，你知道大老师一直在问啥？啥？大老师一直在自言自语。他爸在干嘛？他爸在干嘛？他爸在干嘛？说句话呀，但是真的就是因为那一句说男子汉就不能怕这个，对，就是你有杠，这是真的事儿，对不对？对，对。哇，太厉害了！哇，我之前碰见过最狠的一回，就是说他给我做针灸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就是蜈蚣，然后这块切一小刀，然后让那蜈蚣钻进去。哎，也是说男子汉，我当时眼睛都没眨，直接晕过去了。然后呢，直接，男子汉不能怕，但是可以晕。但是他当时还有爸爸在那儿，这件事儿如果是真实发生的话，哇塞，真是应该开直播。榜一大哥能打好多火箭过去说，观众们、家人们，打不打麻将？其实当时进去这个科室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害怕了啊。他就很轻描淡写，因为他会把你的情绪带走。他说没事，男子汉都不用打。然后我说那就不打。然后他刀片其实就是完全是那样，他刀片放上去了。不是，我说我想知道，因为那个听起来就这么疼，是不是超级的疼，还是疼到已经没有知觉了？是超级的疼，但是我一般讲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些讲进来嘛。但其实是挺痛的。然后痛完之后会就是把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根本就忘了当时痛，只会跟别人说这个特别厉害，就是没有打麻药特别厉害，就是为了这一刻，是不是？10年以后我要站在台上拿这个讲当段子讲，倒也不至于的。喜欢，而且小武就上一次他在说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替他紧张，会觉得哎，他会不会在台上会有点担心啊？对，上回有这样的状态，但这一回就感觉你特别放松，然后还是保持那种想跟你说不想跟你说太大声儿。所以就这次状态我特别喜欢，而且你的段子里面其实没有说疼，但所有人都在替你疼。因为我也没想到观众其实是，可能是我讲这么多次来观众最能共情的一次。我之前都觉得正常，然后突然发现观众其实很能 get 到你那个痛。你在哪儿讲？这个都疼死了。这正常啊。就是因为我会隐去一些关于痛的描述，所以说观众听还好。然后对，他特别疼，然后突然说一个笑话，让释放那个痛感。是的，一下就会更加倍。但在现场我应该也会跟你说男子。我特别喜欢这一篇，我觉得小武这一篇就这一篇的文本和他表演是完全够进半决赛或者总决赛的。真的非常好，好高的评价，我觉得非常好。他的好一点就在于他其实全篇就讲一件事儿，对，就去看这个手，就讲这一件事儿，疼，但他对于疼的处理，我觉得非常好。他引发了我们集体的对于痛感的那感觉，会觉得很疼。但没有太疼，为什么？因为你再疼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笑。所以小武的那个分寸感非常好，是的，里面有很多细节，后面的 callback 很妙。奶奶又把那个人的把关羽的那个胳膊给锁住了，锁住。然后他其实还有一些人物是未来的，他的段子里面可能会出现他奶奶、他爸爸，对，都极具喜感的人物，大家期待就好了。我觉得小武的确未来未可限量。哎呦，厉害！谢谢你们，谢谢。比较好奇小武的创作方式，就是因为感觉你的对话写得特别好，但是就是很少有演员能一直他说我说来回这样，然后每一句都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的。我创作的时候呢，是会先在台上讲场景，然后如果有笑点的话，我才试着把它返回成稿子，这样的话会有我的这个语言体系一点，然后会跟观众距离可能会近一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创作。我参加这个节目3年，没见过这么有观众缘的，但内容还这么好。这回小武演得太好了，我觉得这些新人玩几回就成人精了，就咣叽一下他就会成长特别快，也许后边会给小齐这帮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啊。这小子反应太快了，上去那现挂一响了之后解散吧，那一下就一下就把场子炸开了。我们这个队要是输了的话，可能会面临解散，就解散嘛。后面进入他自己状态之后非常松弛，我已经更享受舞台，
更大胆的去和观众进行眼神上的交流，然后还有节奏上的稳定。小五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已经找到他自己的风格，他就是讲小事儿，就在台上，慢悠悠的、轻轻的去说。我的经历和我的年纪也对生活很难有一些就是大家理解的意义上的总结。我自己只有对生活的视角。这都是外卖的袋子，拿一个大一点的袋子。这个袋子本来质量就很好，就不用再买那种这样给它挂着。酸奶的盒子为什么放这儿呢？因为它质量很好，我就想着看2个花什么的当花盆。这个柜子，你看着它是一个柜子，它其实是一个饮水机。然后呢，你看它是个拼音的，但是这个桶很丑，能看出来这是花盆吗？把花盆倒置，然后这样的。你看这个小巧思就很好，对吧？这个是我种的鹿根，也就是生姜。我想把它放在这里防蚊虫。啊？我觉得我闻起来挺难受的，蚊子闻起来肯定不受。这个也是有香味，还喜欢。然后还有这个，它是呼应的。这个是我的棉花，我为了划算，我买了一束棉花。这个棉花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因为它很好看。你看它特别像那个山竹，你知道吗？像山竹。然后像那个猫的那个爪子，你这样它也属于采奶这一块的。哎，就这个花，我觉得物尽其用了，对吧？诗月，你能接受我用大疆拍你吗？我已经知道你要。火打开的那一瞬间，拿出藕的那一瞬间，这个是一个藕入锅啊，这个是一个哇哦，我的天！诗月进行了一次爆梗，这个叫哇哦，我的天哪！诗月，你看一下这个瓜肯定很甜，因为它瓜甜李下嘛。李在哪儿呢？嗓子都喊哑了，太燃了，太燃了，莫名其妙燃起来，不知道在燃什么。对，可能是燃气灶吧。这是浴室，这是世界，这是啥人？这是诛心。哎，有些梗烂的我都不想接，就是。我周围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我的能力它只能创作出来一些我喜欢的小事，它是一种就是和斗蛐蛐有点像。我在我的一个域里面有了自己的思考，很专注的那种感觉，还挺开心的。好球，好球，好球！大家都睡了，看世界杯就是要爽啊！对呢，这屏幕又小，还不让喊，这不难受吗？难受，但我拔钉子都不打麻药，我能忍。别忍了，咱们订一个有大屏幕的观赛房，想怎么看怎么看。那个应该很贵吧？不贵，咱可以上美团订酒店，下午4点后入住，今夜特价，入住还送球迷 combo， 啤酒小吃全包圆，美团一键就能扫，这么划算啊！这次世界杯看球赛，你们就上美团订酒店，看个爽。没错，那咱们还在这憋屈啥？我已经 book 了一个hotel，Let's go。小杜和 Seven 回到台上，擂主的3位也来到现场。这个绝对有200分。我觉得应该有200吧，我觉得有应该有200。哎呀，多余来呀，这好悬念。这组怎么打？他只要有249票就能打过了。对，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了。在全场满票210票的前提下，我们看一下小五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能不能拿到249票？耶！可以！250票，你250。看一下小五的票数是。冲啊！哇！200，对。可以，这个分儿对的。这个真的值得。小五拿到了201票，这支小队的公类总分551票，所以我们再次宣布，在2组结束之后，第3签仍然是擂主。非常不错。不差分也是，就差咱俩。对，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来，第3签回到擂主的位置，小杜、小五、Seven 回到待定区。
第3千今天一天要在那儿站8次。哎呀，又是熟悉的位置，太熟悉了，要回这儿。就是其实还没开始抽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 care， 不虚。对。然后抽到了之后，然后我就跟3位说：“我说你怕吗？”他说他不怕。咬着后槽，其实咬着后槽牙，我是这样觉得的。瑞瑞确实太炸了，而且小齐也炸，史岩姐也炸。那个场子是一个极其难接的场子。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组合就挺好的，就是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齐心协力的。然后如果没组在一起，我们也会这个各自安好。相逢是缘，平安是福啊！来，第3千的3位朋友，又到了你们抽小队的时候。我抽啊，你抽。来，慢点抽，慢点抽，想清楚，想一想，你们想和哪支小队来打比赛？喂，喂。针锋相对，相对。好紧张，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第3仙现在选择出来的这支队伍是。哦，白小白。白小白。好。相对，那就。什么意思？现在果然到了，不是下午吗？这个也很有悬念啊。第3仙最后。选出来的对战队伍是小快、陈小静、白小白。现在马上就有。加油！加油！哎，行。喂，相对，针锋相对，好看，好看。这就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快哥炸死他们！请3位来到打擂的位置。这支队伍直接给自己的团队起名为小白组，他们3人的身份分别是创业小白小快，他是白创业，根本就是根本不是复仇小白陈小静，以及歌手白小白。而率先要上场的这位，哇，近几年生活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掌声有请小快。我们穿过这个路口，就到我们的剧场了。他们，你到那儿一问，都没吃饭，你信吗？为什么？不知道，每次我问他们吃饭没吃饭，他们都说没吃饭。你看，你迟到了，你得请客。我没迟到，我在外面。你得请客喝奶茶，你等着。老头倩儿找挨怼。你吃饭那只手能不能拿上来啊？为什么拿上来啊？你家在我家会被我妈妈骂的。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吃2份饭？这个是他吃剩下的，还吃了2个员工的鸡鸭蛋。哎，他是一个比较有底线的人，对自己拍视频这个事情也非常有底线，就是1周2条最多了。我们之前是说想让小快多蹭蹭其他演员的流量，但是他也婉拒了我们。掏他成本太高了。哎，你又说要找人，那伟大爷和 Kate 都拍你的视频，都比你自己发的多。他经常不回消息，那些问题他想不出来，他就会拒绝回复。你看你后天闯时代，他们老爸还能再拍1条视频，隔1、2个月再演，但是你可以当下就可以直接约后面的档期。啥意思？你是？对啊，你看跟着别人可以呗。他可能没有那么想赚钱的感觉吧。大家可能是觉得他不工作之类的吧，其实也没有，他很多时候也在担心俱乐部的情况。这是没水。旁边就有，你正好换了呗。快，我这换水呢，快点拍，开始吧。哎呦！别说有镜头的时候啊，手没那么沉了，你知道吗？我希望老板比赛加油。我们还等着拿你好多轮晋级红包呢。一定要走到最后。
哎，大家好，我是小快啊，掌声非常的热烈啊。我也理解啊，我这几年其实一直感觉人生进程加快了好多，可能是因为开了俱乐部，总是走下坡路。幸好我是一个北京的拆迁户，多少还有点底气。但是谁能想到，俱乐部赔钱的这2年，房价也降了不少。幸好我提前做了些准备，买了不少基金。现在怎么说呢？在这条下坡路上，我是彻底走起来了。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有个人努力，也离不开市场的变化。都说由奢入俭难，一点儿也不难。以前我一直觉得坐地铁特别麻烦，现在我精通。我觉得入俭就和安检一样简单，你把这个包袱放下就过去了。有一个穷门的演员，知道我现在过得不太好，非常兴奋。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比穷人乍富更令人开心的就是富人乍穷。他还送了我本书，说欢迎快哥来到平凡的世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走得有多快，已经路过平凡的世界，到达悲惨世界了。没想到还触碰到他的逆鳞了。他说：“块哥，你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哦，觉得平凡就是悲惨，正是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傲慢与偏见。”当时我真的非常羡慕这些贫穷的脱口秀演员啊，他们习惯了悲惨，悲惨就变成了平凡，而我本可以忍受贫穷，如果我未曾见过拆迁款啊。不过我那天真的发现啊，我可能没法跟这些脱口秀演员进行深度的交流，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那种寒门贵子，无法共情我这种贵门寒子。但是现在大家都一样了，我们都靠脱口秀实现了阶级的跃迁啊。反正这2年是我的人生低谷，我真的发现啊，命运决定性格。赔钱的这2年，我比以前谦卑了好多。现在在后台见着那些年轻有为的脱口秀演员，哎，情不自禁的就开始谄媚上了。哥，这段子怎么写的这么好啊？什么时候去我们俱乐部支持一下呗？这位哥哥小我7、8岁，轻描淡写的说：“现在不演小剧场了啊。”他还问我为什么俱乐部赔钱还一直坚持做下去。我想了一个万全的答案，我说人就应该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他说那你为什么做难而错误的事情？我跟你讲，那段时间我真的不愿意跟任何人社交，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运营俱乐部上面。我那个努力程度，我的合伙人看了都心疼，说块哥你不要这么努力了，咱们能少亏点儿。这导致我那2年情绪一直都非常差，每天都特别的烦躁，烦到什么程度呢？就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开始骂自己，怎么又醒了你啊？你看这个梗啊，能笑的这2、3个观众，都是经历过人生低谷的，没笑的朋友呢，别着急，好不好？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们会感谢我的啊。最先察觉到我状态不太对劲的，是跟我关系最好的那个大数据啊，给我推了一条视频，说有以下几点症状，你要注意了。第一，情绪持续低落；第二，社交退缩；第三，记忆力差。第4，自我怀疑；第5，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
你知道，当这些症状明确的列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已经拿最好的心理做了最差的打算。我说：“哎呦喂，抑郁症这个赛道不会让我闯进来了吧？”视频接着说，有以上几点症状，说明您属于轻度智障。这也太荒谬了。就是虽然说我从小学习成绩就不好，长大开公司也赔钱，写的段子你们也没有人笑，但最起码我生活可以自理，我保底是一个正常人啊。视频又说，由于生活可以自理，轻度智障经常被当作正常人看待。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刷到这条视频时的感受啊。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就是轻度智障。我真的是发现呀，命运能够决定性格。我自从刚这段是不是讲了？好，记忆力差，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事儿，因为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以后吧，我真的开始自我怀疑了。但是我知道大数据不准，我就去找了一个小数据。去医院测了一个智商。你们知道去医院测智商挂哪个科室吗？精神科。你看他这个安排啊，就非常的巧妙，因为一旦确诊轻度智障，它必然引发精神抑郁。你们想一下，不可能这边医生说您这个是轻度智障，患者兴高采烈一拍大腿，哎呦喂，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这么多年过得不好，还以为是周围环境不行呢。不可能，我到了那儿以后，跟医生简单的交谈几句，他给我开了一张单子，让我过一会儿来复查。我拿着这张单子呀，在楼道里看了5分多钟，因为临床症状那栏写了一行字，实在是太过震撼了。他写的是患者自觉愚蠢，要求进行智商检测。我在这儿看着看着吧，突然间感觉好像不用测了。你们想啊，他写的是患者自觉愚蠢，那是不是说明医生不觉得我愚蠢？我觉得我太聪明了。后来检测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出来以后，我第一时间给我的合伙人发微信，我说今天呀，我去测智商了，高达126。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他的态度。他说花了多少钱？我说1200。他说这1200才是真正的测试。你还是个高智商智障。我周围的人都不相信我智商这么高，因为大家不会相信智商测试的结果，大家习惯用事情去测试一个人的智商。但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一个道理，聪明人也是会做蠢事的。不相信对吧？我认识一个智商不亚于我的人，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呼兰拿过脱口秀大王，长得很像一只小浣熊。前2天突然间跟我说想运营一下我们俱乐部，还把这个事情拍成了视频发到网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那个视频啊？看了。呼兰发的。我承认啊，在那个视频里边显得我这个人特别傻，就是话也说不清楚吧，是账也算不明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所有的注意力都用来压抑住心中的狂喜了。当时那个场面就是，但凡我显得精明一点，呼兰就入不了这个局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场面吗？就是呼兰每天在深圳带着我们俱乐部的员工，每天在那儿商讨方案、开会、拍视频宣传。那个场面怎么说呢？和3年前我刚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当然是希望呼兰能够摸索出一整套运营方案，然后推广给这些做俱乐部的朋友，让大家都赚到钱。但其实，我更希望见到的是另外一种局面。
一种能让咱们大家都受益的局面。因为我相信啊，今天现场的所有观众应该都和我一样，不是生活中特别成功的那种人。但是不要紧，过成这样，不是咱们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但是怎么样才能证明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呢？只有比咱们都要聪明的呼兰的失败才能够证明。你们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等这期节目播的时候啊，呼兰应该已经运营我们俱乐部1个半月左右了。再说太多祝福的话呀，显得我这个人性不太好。我最后就说3个字，走着瞧啊！给我讲这儿，谢谢各位。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小快。块哥，你是真去测智商了？测了，但是我不想公布这个结果。对，但是总之就是很高。现在说显得很傻，你知道吗？啊。但是我没明白的点就是说，呼兰接了您这摊儿之外。就是说，您是撤了，还是说他经营的好之后也会让你更加受益呢？就是他的身份是什么？现在开花，他现在相当于是在运营我们这个俱乐部 CEO。对。然后如果他干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如果他能做好了的话，就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对。以我对呼兰的了解，应该他最近可能缺素材，就是说。经历一些生活，然后写一些东西了，过得稍微不好一点，因为下一年的巡演又要开始了，要写新的东西了。我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啊，对，就是如果说他把这个俱乐部运营非常好的话，他到时候得还给我。如果他运营的非常差的话呢，就证明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对，哎，那智胜呢？智胜在中间这个他是一个什么角色？智胜在中间，他现在主要是多接点活，让这个俱乐部能再多运营一段时间啊。他是投资的嘛？他是投资人。小辉老师每次说的时候，就说我会觉得你是老板，就是总会有一个老板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感在这里，我就会觉得，就老板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会离我有一点点远。但是，其实小块老师经常会说出一些醍醐灌顶、鸡蛋灌饼的话，是不是？就是那种鸡蛋灌饼的话，就是他会有一些自个儿的总结是经琢磨那一下的。明白。而且小块其实你每回不太说自个儿俱乐部这事儿的时候，都特别棒。真的，就是说，因为有一种惨吧，就是说它太真实了，就是说真的。因为去年你开始说那个玩尬的那些，是吧？那些就特别好玩了，一下就跳出那个感觉了。又回来说这事儿，我觉得可能就是稍微有点，真的就是说祈祷，就是希望你能坚持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我理解，一份祝福嘛。行嘞。其实这段我觉得文本挺好的，但是效果不如小快之前的几次的表现。后来我想为什么，但我还是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可能是小快在做一个尝试，他讲由奢入俭难，但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还是很难去共情一个人从有钱的状态到没钱，因为我可以理性去接受，但从情感上调动我的全身的细胞可以共情去笑，这个是难的。但我觉得小快这么做，我认为很好。包括他讲他脱口秀俱乐部这些内容，就是他此刻的人生。所以我会觉得小快这段真的很好。感谢你，谢谢你。其实我这次为什么没有拍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也在小快老师讲所有的内容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很多的问题。我可能想要找到我很开心或者笑的点，但是他都会被我的一些思考跟去。真的认真去，好像他的点就是在于以前觉得这是个笑话，拿这个来开玩笑。对，现在是笑话是真的，你就不敢接受这件事儿。对，感觉好不容易，但是又觉得说，我明白。感谢你。我觉得块哥一直是那种台下人格魅力特别强的那种演员，当然台上也很有。怎么一边说话一边着不呢？对，你跟我们说说台下怎么就哪方面人格魅力啊？就是我觉得块哥的语言逻辑，然后他说话的语气都是很轻松的，就很像《我爱我家》里那种人物。但可能就是像前面几位嘉宾老师说的，就如果是太真实的情境，就让人确实有点沉重了。对，来。在块哥结束了他的表演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得到的票数。
是。来，谢谢小块给我们带来的表演，请小块回到自己的队伍来等候。快哥有点可惜啊，跟他平时开放麦好像不在同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人他不能同时失去了财富还失去了脱口秀，这太残忍了。快哥很爱冒险，因为他会尝试很多开放麦里尝试很多冒险的话题、冒险的逻辑，他会写很多文字梗，别人也帮他加了很多好的文字梗，他故意没用，怕影响到他精妙的逻辑线条。但这个逻辑线条，观众前面一掉，后面一环扣一环，他掉了没了之后，就整篇就有点掉了，很冒险。快哥很爱冒险。小块儿，你回来管吧，我去比赛。这支小队要派出了下一位演员，加油吧！曾经是效果的老员工，在上一场的表演当中对前上司贴脸开大，让人觉得哇，好解气啊！让我们掌声欢迎重新归来的陈小静。我改完 PPT 会建一个文件叫最终版，后来发现不够，因为老板老爱加东西，又有最终版之真的最终，最终版之真的最终改完别动，最终版之真的最终改完别动，用这个，但啥都想加不一定好，所以我欣赏能精准做减法的人，就像海天博盐系列，减掉30%的盐，但保留鲜味。颜值下降，但也能鲜到上头，真正做到减盐不减鲜。希望老板也能向海天博盐学习，该减的减，该留的留，比如减掉工作量，保留我的薪资。第二赛段叫做双擂之战，第一场的擂台赛即将继续。哎，你敢信吗？我有盐粉。那么做就像是抽风了。学坏了，我跟你说，学坏一出来，你背叛了队伍。还是要接纳真实的自己。这个事儿吧，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结构。每次看不了别人好，看不了别人好。没什么大愿望，我要黑化啦 ！But I like 女人你在玩火，然后呢？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盐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作生活。每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杨海源视频播客离场之后即将上线，朋友们请保持期待。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立立成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托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托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跳海酒馆、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